我们在很多电影等艺术作品里面看到的天使，都长着一对或大或小的翅膀，但事实上，这与圣经记载的天使形象大相径庭。大众熟知的一对翅膀、身穿白袍、头顶光环的天使形象，更多是艺术创作和文化融合的产物，而非严格的圣经描述。那圣经里面的天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在创世纪第16章第7节，在亚伯拉罕的妾夏甲出逃的故事里，第一次记载了天使与人类相遇并对话。夏甲虽然惊叹与他对话的是看顾人的神，但并没有任何关于翅膀的记载。接下来，在创世纪第19章第1到第3节记载，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在索多玛的城门口遇见两个来毁灭索多玛城的天使，他们的形象是成年男性，跟当时的普通男性没有什么两样，并没有长着一对大翅膀。后来，在士师记第13章第3节记载，马诺亚的妻子遇见一个预言他要生子的天使，虽然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但也没记载身上有一对翅膀。经文的用词是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天使的意思。到了新约，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到第3节记载的耶稣复活故事中，坟墓前出现了一个天使，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但也没有说他长着一对大翅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3章第2节鼓励弟兄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时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暗示了天使长得跟人类非常接近，如果不加留意，看起来跟凡人没有分别。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在第1章第14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也没有任何暗示天使有一对翅膀。有人说，以西结书的4活物就有翅膀。第1章第6节记载，各有4个脸面，4个翅膀。而且出埃及记第25章第20节出现在施恩座上的2个基路伯，也长着2个高高扬起的翅膀。以赛亚书记载的天使撒拉弗也有翅膀。第6章第2节记载，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我们要明白，基路伯和撒拉弗属于广义上的天使，但在神学阶层中，他们被视为比普通天使更高阶的天界生物。他们是神宝座的守护者，象征着神在受造物之上的主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使。而施恩座上的2个基路伯是按照比例制作的人工复制品。这些描述属于先知看到的异象，非同寻常，目的是象征上帝的荣耀和能力。他们的翅膀并不都是用来飞翔。根据记载，2个用来遮脸，2个用来遮脚，2个飞翔。这里说的飞翔也是先知看见的异象，实际上接下来并没有描述他们用翅膀飞到什么地方，仅仅是在殿内移动。也有人说，撒迦利亚书第5章第9节提到2个女人有翅膀，像鹳鸟的翅膀，但经文没称她们为天使。其实，撒迦利亚书里的2个女人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而非真实发生的故事。正如希伯来书说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超越时间和空间，不受时空的限制。天使的移动更像是显现，而非飞行。它们可以无视空间距离，直接在某个地点出现或消失，因此在物理意义上完全不需要借助翅膀来产生升力进行飞翔。那为什么我们看见的电影或者艺术作品里面的天使都有翅膀呢？其实，天使有翅膀的观念并非源于圣经，而是来自中世纪基督教艺术、文艺复兴、绘画和民间传统。人类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觉得天使要飞翔就必须有翅膀，于是天使就有了翅膀。其实，在早期基督教的观念里，也就是4世纪之前，天使是完全没有翅膀的。
即使在艺术作品中，他们也被画成普通年轻男子的形象，如罗马普里希拉地下墓穴里的加百列报喜图，天使长加百列就没有翅膀。因为圣经里大多数对天使的描述看起来和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认为天使有翅膀。但到了公元4世纪末，天使突然长出了翅膀。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教会迅速开始世俗化，有一些艺术家开始借用希腊罗马神话里胜利女神的形象来描绘天使。当时一些艺术品里的天使就开始长出翅膀，用来表示天使与人类的区别，象征天使的崇高能力与超然。最早的例子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王子石棺和罗马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马赛克。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进一步将其美化成可爱白袍加上大白翅膀的标准模样。之后，通过圣诞卡、绘画、书籍传播到了全世界。自此之后，天使都长上了翅膀。更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影片中，连魔鬼也长上了翅膀。在经典电影《风云人物》里，天使克拉伦斯一开始没翅膀，完成任务后才赚取到翅膀。当时直接把转翅膀变成了一个流行梗。翻拍自《欲望之翼》的电影《天使之城》里面，尼可拉斯凯奇饰演的天使翅膀设计的梦幻而忧伤。今天，如果你用 AI 生成一个天使，它肯定会给你一个长了翅膀的天使。这是一个超过1700年的误解。在圣诞节报佳音的时候，教会都会给孩子们装扮上翅膀，似乎没有翅膀就不是天使。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天使没有翅膀，观众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似乎没有天使的感觉了。天使有了翅膀，除了让读者对神的创造产生误解外，还会让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产生偏差。天使不是更高级的人类，天使是上帝创造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天使是受造的灵体，没有肉身，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经历生老病死或繁衍后代。人死后也不会变成天使。当然，天使也没有年龄，不会衰老，所以没有什么老天使和小天使，就只有天使。跟着魔鬼堕落的天使，我们称为堕落天使或邪灵。天使也没有性别，因为他们的数量是恒定的，没有生育的需要，因此天使就是天使，没有男天使，也没有女天使。圣经记载中出现的天使看起来好像有性别，似乎是有肉体的，跟人类非常相似。其实，在神学逻辑中，这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的物质化显现，意思是，在与物质世界互动时，他们会像穿上一件衣服一样，暂时借用或凝聚成肉身。天使的本质是超验的，如果直接以纯灵体形式出现，人类的肉眼无法看见，也无法听见他们的声音。为了完成上帝托付的传话任务，他们必须转化为人类能理解和感知的形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天使的肉身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临时披挂的载体，任务结束后就会消失。我们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个降维打击的过程。为了进入三维世界执行任务，这些高维度的灵体必须把自己折叠成我们可以理解的三维投影。因此，当有些任务需要物理层面的互动时，天使在索多玛城可以吃罗德预备的无酵饼，天使也可以拉着罗德的手逃离，或与雅各摔跤，甚至可以击杀亚述营的士兵或把守伊甸园。当然，在神学体系中，天使并不是平等的平面化群体，而是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犹大书第9节特别提到天使长米迦勒，暗示在对抗魔鬼和管理灵界时存在明确的指挥链。这种秩序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体现上帝创造的和谐与统筹。因此，天使中最常见的长官就是在圣经中出现的高级将领，如米迦勒和加百列被称为天使长。魔鬼曾经也是天使，撒旦是他堕落后的外号，路西法是他在天界时的名字。撒旦在希伯来语中译为敌对者或控告者。
路西法在拉丁语中意为明亮之星或启明星。路西法曾是天界的最高统帅之一，当时他可能与米迦勒、加百列并列。他不仅自己地位极高，还拥有极强的号召力，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叛变时能煽动1/3的天使跟随他一同坠落。在启示录第12章第9节中，为了防止混淆，经文一口气给他加上了4个 buff： 大龙、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启示录第12章第4节的意象描述是，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天主教与东正教传统认为，上帝为每一个人，准确的说是每个受洗的人都派遣了一位守护天使，从出生到死亡全程守护。伊斯兰教认为，每个人都配有2位天使，分别记录人的善行与恶行，同时也起着守护的作用。但基督教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天使的数量是恒定的，而人类的数量是不断变化的，两者的数量是不对等的。这样的观念虽然提高了人类的地位，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专属天使陪护，看似很重要，但也同时降低了天使超越自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因此，基督教认为神是亲自看顾我们的，天使是奉神驱使的灵，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帮助、保护、引导、提醒以及纠正和管教。比如在突发的危险边缘，那种莫名的直觉或刚好避开的巧合，或者在迷茫时偶然听到的一句话、看到的一个标志，或是内心突然升起的清晰念头，以及当我们偏离轨道时，那种邻里的不安或环境中的阻碍，很可能都是天使暗中所为。纠正这种错误的天使观，能让我们正确地理解神的创造，感受天使作为上帝使者时那种威严，甚至令人敬畏的一面，也能让我们充满感恩。希伯来书第2章第16节明确记载，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上帝，天使没有救恩，神却把救恩给了人类。如果你对圣经还有疑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观看，愿上帝赐福您。